刚才晒着太阳，在营地竟然睡着了，做了一个白日梦，梦见我走在台北的街道上。Hear the birds and see the sun. Side by side, our fears are done. Oh, the good times just begun. We know what we have, let's hold on tight. Found what we're looking for in life. Call us crazy, but things are finally right.Good morning, everybody! 今天是我们台湾回马枪的第一天。今天我们要干2件重要的大事啊！哈喽哈，大家好！你看我现在在哪里？我已经到桃园机场了，我们在等行李啊。短短的半年时间，我们来了4次台湾。总是有人问我，小小的一个台湾，为什么我一去再去？今天我就来讲讲它到底有什么魔力。我想很多初次到台湾的朋友一定和我一样，第一印象无非是这栋房子怎么这么破啊，这条路好窄啊，那座桥真的好老啊，甚至有点小小的失望。但是冥冥之中又会有一种熟悉而陌生的感觉。明明没有来过台湾，为什么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呢？我和台湾最初的连接是因为我有一个台湾爷爷，他是我爷爷的亲哥哥，这也是我们家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我从小到大，我的印象里都有一个台湾爷爷，而且呢，我从小收到过他很多从台湾寄来的礼物。因为抓壮丁，所以男女比例失衡啊，所以我这台湾爷爷一直都没有娶老婆。但他后来其实是回来过2次，一次是我们爸妈结婚，一次就是我出生，然后再回来就是90几年他去世，然后被同乡抱着骨灰回来了。然后我爷爷当时就一直在说，就特别遗憾，就没有在我台湾爷爷在的时候来趟台湾看看。所以我现在在台湾也算是圆了我爷爷的一个愿望吧。我爷爷前几年不是也去世了吗？也不知道这哥俩现在在天上看着我坐在台湾的茶馆里喝茶，会不会开心的喝2杯金门高粱？来嘛！所以第一次来台湾，我是带着老一辈的期盼和遗憾来的。我们现在到了44南村，它是台北第1个眷村。眷村是随军迁台官兵及眷属居住地的统称，在台湾的文化资产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全台共有909个眷村，眷村的老兵在大陆各地经历过无数的动乱、东征、北伐、剿匪、抗战、内战，最后来到了台湾，扛着思乡之苦，独自与生活搏斗，最终落地生根，开枝散叶。我现在所在的44南村是台北地区的第1个眷村。44南村是由大陆青岛迁来的44兵工厂的员工以及眷属所建。这些最初的兵工厂员工和家属，怀着重返故乡的心情，携带着1年半载的期盼，跨海来到台湾。然而这一等待却漫长地延续了数十个春夏秋冬。这里有写1，然后我就按1。哦，他就会讲。好，明白了，谢谢您。可能因为我是青岛人，又有一个同样背井离乡、被家人挂念几十载的台湾爷爷，听到导览描述44南村是由青岛迁至台湾，我立刻被深深的触动。或许我的台湾爷爷曾在我脚下的眷村里度过他的一生。尤其是当听到村长引用余光中的乡愁时，那一段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我的台湾爷爷在他的第2个故乡度过了一生，独自终老。突然间泪水涌出，感慨万千。大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个人面前，那就是一座山。
一个转身，那便是一辈子。但是没有老一辈当年的付出，又怎么会有如今的我们呢？如今的四四南村已改建为文创园区，许多民房仍维持着当时的样貌，部分房舍改为信义公民会馆，更是设有亲子馆、轻食店、书店、剧场等等。四四南村外观仍保有着眷村低矮朴素的独特风貌，与身后的台北101摩天大楼交相辉映，展现了不同历史阶段社会发展的痕迹。历史与现代的碰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感，也代表了一个城市的多样性和包容性，让我们站在穿越时空的错觉里，铭记历史，展望未来。看里边它有一个免费的机器，它可以听，给讲解每一个点儿、每个地方都给讲解，讲的特别好。哭的一个点是它里面有放那个余光中的那个乡愁。然后最后一句，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就是像这些老兵。让我没想到的是，这里的一砖一瓦就像是有魔力一样，像一只无形的大手，温柔却有力地牵着我，引导我去认识这个地方。我们现在要去吃永和豆浆。托时差的福，让我也和这些学生们感受了一下早上迎着朝阳去上课，迎着朝阳去吃饭的感觉。我就好久没有起这么早了。永和豆浆看着好接地气哦。简简单单的幸福，感觉还是小时候那味儿。我觉得比美国的豆浆好喝。美国有那个益美豆浆，也是台湾的，好像，但我觉得好像没有这边好吃，关键是比这边贵太多了。117。吃了这么多，花了117，也就是3美元。感觉台北的早上好忙碌啊，大家小电驴骑的都好猛啊，拐个弯都是那种感觉快要倒了那种，感觉膝盖着地的那种。啥呀？这是？洛神花。哦，好漂亮的。这是可以直接吃的吗？没有，要煮水或者凉拌。你洗一洗。哦。然后煮一煮，汤熬好了放冰糖。哦。不要放冰糖。要放冰糖。不然是超酸的。超酸的。好的，谢谢阿姨。没看过哈，没有看过。我只看过干的，就是已经。这个是这包了。哦，好，下次有机会再补下去更漂亮。然后也会那个。哎呦，哎呦，谢谢您，下次有机会我自己煮来喝喝试试。来这里玩，所以我没有东西煮嘛。哦，要自己煮啊。我从美国过来，但是我们是大陆的，对，一样，谢谢阿姨，谢谢阿姨，别放再过来，好，谢谢啦，拜拜。一碗简单的酸菜白肉面之所以可以被称之为幸福，不仅仅是因为它好吃，它还可以把各地的朋友连接在一起。这个白肉面嘛，对，酸菜白肉面。哇，这个小店好有特色哦！台湾潮湿，你到冬天会觉得湿湿冷冷。但是台湾有冬天吗？就一个月吧。的就是个位数吧，8、9度这样子最冷。
啊，对，那对我来说不叫冬天了。但是它会湿湿的，会潮潮的，潮潮就不舒服。体感温度大概就0度左右，会不舒服。嗯，我老家是青岛的，所以哦，我们想说下一次要去，我打算去的。是吗？你们要一定要在做功课。是吗？去大陆旅游，这个店就关门吗？我从9月去玩，我就直接关。9月到10月我才做4天的。我老了，我理他们，对，我不在乎这个钱。是啊，是啊，对不对？我是来这边聊聊天。对，和大家聊聊天。对，我不做也没事啊。是。你来碰到了我们就吃，碰到就吃。那你很多老客户来了会扑空啊？对呀，他就会讲，今天好幸福哦，他有开。那我们今天很幸福啊，能吃到您的面。来看看我们幸福的酸菜白肉面和猪肠粉。哇哦！哎，叔叔阿姨开的这个店。面好好吃啊！我明天后天休息。那下次见就靠缘分了。对，靠缘分。假日我会来做。好，对，拜拜，拜，谢谢。好，回去玩。嗨，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在台湾的最后一天，猜我来到了哪里？叔叔好，我们又来了，回来了，看到你2个开心，有缘。对。哇，这是我心心念念的白肉面，对，好吃哦，谢谢您。不会。好吃吗？好吃，超级好吃，这担担面也超好吃。担担面好吃啊！担担面超级好吃。看来我下次我做的比台北的好吃。是哈，这个酸菜面，我上次来完就一直在想，每天都在想。我今天走了，说走之前必须要再来一次吃一次，要不然我真的就是太难过了，走了就会很难过。哎，帅哥，你东西掉了。对。东西。我上次就是忘记带。对，我常客人都忘了，但是不会掉。太好吃了，都忘记带东西了。一定在的。酸菜面、担担面都特别好吃，超级好吃。你的担担面横扫美国，横扫美国所有的做担担面的，真的是一点不高兴，一点不夸张。难得他会说这种话，他基本上说话都不夸张，就要不然就还行，还可以。要不您传授给我秘方吧？对，你们才不需要。当，好开心见到你在，美女漂亮。哎呦，那天我有看到视频，有看到吗？客人秀给我看，有看到吗？你们偷偷告诉我都不知道，竟然说，他就秀给我看了嘛。是吗？我就觉得为什么我看不到，你们都看到了？这都火了，这好多网上有很多朋友问说您这家店在哪里？他认他戴个帽子，他们都很兴奋了，然后我更兴奋，是不是？不小心就在那变成网红了，哎，那如果说 Google 搜您的店，应该搜什么呢？搜什么啊？老板，我们得怎么搜啊？哎呀，我是无名的店，对，我还在找，我在找那个地图，没有地址，没有招牌，一直都这样。对，所有人都在问，我就在找怎么办，怎么找？结果他们找到了，他就说：“哎，这是你的帽子。”是哈，他的帽子。对，叔叔的形象非常的鲜明，一看就知道是他。对，一看就知道说原来就是他。对，我们楼下，你先生也说我们楼下说。我认识他，是我楼上。对，糟糕了，太逗了，不是坏人，太好笑了。人不能做坏事，不能做坏事，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都知道了，找上门了，太好笑了，这就是缘分，就休3天。休息3天还能让我感到，我记得来之前我好担心啊，我说哇，万一叔叔阿姨不在怎么办？有热心的观众为了让更多的朋友可以尝到这一碗幸福，特意在 Google 上将叔叔的店标记为阿罐师推荐小吃店。我在板桥的这个街道上吃完酸菜白肉面，满满都是回忆啊，满满都是美好的回忆。走进巷子里，吃一碗路边小摊上让人回味无穷的酸菜白肉面，和买菜的阿姨切磋一下洛神花到底怎么煮才好喝。在街头巷尾
被每一个人笑脸相迎。迷路时会有人停下来耐心地为你指路，需要帮助时只要开口，总有人愿意伸出援手。每一个人都好像自己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仿佛一瞬间我突然回到了30年前，那个在巷子里疯跑，和每一位邻里打招呼，这家摘一朵花，那家拿2个苹果，被所有人爱护的那个疯小孩。也是在那一瞬间，我脑海里的时间和空间发生了错乱，那些别人眼中的老破小，在我眼里却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我才意识到，这些充满生活气息和历史痕迹的住宅巷子，与这个地方处处可见的人情味儿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都是这片土地上最珍贵的财富。I've been lying here for too long. I don't know what else to do. I wanna get away from every little thing just to try to make it through.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my options, every detail in my head, but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nothing matters, so I cry instead. My breath. I've been trying everything I can, but I ain't got nothing left. I've been staring at the ceiling, I've been staying up all night. Everything I ever worked for vanished in the blink of an eye. 我们又过来了哦，是啊，好舒服啊！日本的商圈，早上迎着朝阳，先去吃个早餐。如果你被第一印象蒙蔽了双眼，停止了前进的脚步，甚至妄下定论，那你永远不可能看到台湾真正的魅力所在。因为你每走近一步，就会有不同的惊喜。现代化大楼和受法律保护的旧式村落仅一街之隔，百年老字号和年轻新品牌在同一条街道上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西装革履的现代白领和穿着蓝白拖的大哥擦肩而过，互道一声早安，再各自为生计奔波。互不相识的时刻，在拼桌的时候分享到底哪道菜不容错过。台湾真的很小，小到开车环岛只需要几天的时间就能走遍，小到你可以在短时间内从繁华的都市到达宁静的乡村。然而台湾又很大，大到可以包容多元的文化，大到每个地方都有引以为傲的特产，大到可以满足你对上天下海、平原、河流、峡谷、山川的一切需求，大到让我想要不断地去探索它的可能性。台湾它真的破吗？真的破，破到每一个角落都有故事，每一处斑驳都有历史。漫步在百年老街，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对于历史的一切想象都变得具象化。这些老建筑就像一坛老酒，褪去了昔日的浓烈，却留下了见证时光的醇厚。你知道我今天问老板这个为什么叫摸乳巷吗？我就是问了一句，然后老板跟我说什么？因为这个巷子太窄了，你走过去和人错道的时候，你要这样，哎呀，不要碰我，然后就，我说你错道的时候，你可以把手放下来呀，耍流氓，哎呀，不要碰我。摸乳巷的名字不是这么来的。台湾人总是很骄傲地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天哪，怎么会有这么不谦虚的人呢？
不过当我一次次感受到那真挚的笑容，当我所见到的所有陌生人都变成了好朋友，这道风景就变成了我对这个小小岛屿的羁绊。就好像那个6岁奔跑在巷子中的野孩子，虽然一次次的摔倒，但又一次次的在家人、朋友、邻居的鼓励、关爱和拥抱中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擦擦流过嘴巴的鼻涕，继续往前跑。我们的小摩托出发去阿尔坎聚落。阿尔坎有很有名的阿尔坎船乡。所以你问我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回台湾，我想不再是因为台湾爷爷，也不再是因为遍地的小吃，更不再是因为壮阔的自然美景，而是因为在这里我不再像一个旅行者，一声声的问候，一次次的关爱，一张张的笑脸，是他们帮我找回到了那个昂首挺胸、无所畏惧、永远好奇、无忧无虑，曾经那个纯粹的自己。Moon in the sky, I'm looking at the moon in the sky. It shouldn't come as a surprise, but I can't sleep. War in my mind, I'm trying to fight a war in my mind. I don't know who's the winner tonight, but it ain't me. Where are you now? When my fears are worse than ever, when the night goes on forever, when I'm losing track of time. Together, let me know just where you hide. Where are you now? Why aren't you holding me in the midnight hour, saying I'll be fine? Where are you now? Why aren't you here with me, here to calm me down in the midnight? Stare into space,